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玉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川普的第2任期就职100日，他发表了一场演说，他志得意满，他说：“美国最成功的100天。”我们不再是中国优先呐，我们办到了。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讲。145% tariffs on China, and that is basically an embargo. They deserve it. It'll raise prices on everything from electronics to clothing to building houses. You don't know that. You don't know whether or not China is going to eat it. That's mathematics. China probably will eat those tariffs, but at 145, they basically can't do much busines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y were making from us $1 trillion a year. They were ripping us off like nobody's ever ripped us off. 好，川普坚持他在接受 ABC 的这个 ABC News 的专访的时候，您刚刚看到他跟主持人其实有一番唇枪舌战他说中国会把这个关税吞下去，我们一定会赢在这场关税战里头，我们会得到非常多的税收而且呢，他还特别讲说，他们活该啊。他们过去占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便宜呀。我们看到美国的财政部长说，谈判的时候也会把中国在川普第1任期的承诺跳票通通列入考虑。大家记得吗？中美的贸易战其实是第1任期，就是川普第1任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他看起来全部为川普马首是瞻。而中国大陆的回应是什么？他说关税战是美方发起的呀。如果美方想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你就得停止威胁施压。可是看起来两边有在沟通吗？没有吧？川普当然讲说有，可是看起来好像没有这样的迹象。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关税对决的此刻，参议院通过了帕杜出任驻中国大使那他自己在听证会上说，这是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挑战。未来我们看看到底这个大使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而另外呢，亚马逊Amazon 的商品现在开始它要在所有的货物上面说要附加关税的附加税，那当然会变贵啊，消费者一定会北送嘛，他可能就不会去买嘛。川普据说气炸了，白宫发言人就骂了这个贝佐斯他是亚马逊的这个创办人，他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你这样做让这个总统气炸，为什么？因为你就戳破了川普刚刚讲的，说关税他们会自己吞下，那这样子中国没有吞下嘛，所以你才会附加所谓的关税附加费嘛，就是一下子就戳破了这个川普的说法。而另外我们来看看呢，川普因为生气，所以他打电话给贝佐斯施压他，可是亚马逊就后来就只好退让了这个民不与官斗，所以他说不会标这个关税成本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呢，各种企业界啊跟川普的角力啊拉扯啊，到现在呢一一的浮现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你看到 Temu 加收145%的进口费因为如果说像是这些中国大陆来的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所谓的电商，也要加收145%的这个进口费，美国消费者会哭啊那你这个过去这些便宜的东西，像亿万富翁一样的购物，因为有些东西真的很便宜，必须讲随便买几块钱美金就有，那现在可能没办法了，我们要像农民一样的购物过去可能一下子买了好多好多东西，100块美金、200块美金，那现在要非常小心锱铢必较了。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国国庆快要来了哟，7月份的美国国庆，现在可能连烟火都放不成，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烟火都是 Made in China 所以《纽约时报》发表一个题目说，你能想象没有制造的美国家庭吗？的文章，如果没有大陆产品，美国甚至很难庆祝美国国庆，因为绝大多数的烟火都是从大陆进口的。那接下来还有什么 Christmas， 还有各种的节庆，怎么办呢？现在美国人已经在伤脑筋了那美国4月的关税收入的确有变多，增加超过60%，达到150亿美金创了纪录。可是我们来看看股市的市值蒸发啦，跌啦。所以蒸发了18兆美元这样子一来一往，到底谁得利呢？而另外呢，挑战美国关税决心，中国宣示了要开通广州到秘鲁的前海港直航，
我们讲了很久哦，这个秘鲁这个新的这个港口，如果直线通航的话，会减少这个运送的天数跟成本。我们现在看到已经要这样做了哦，这中国大陆说的哦，这条航程30天可以节省20%的物流成本。目前已经有11艘货柜轮，总运量超过1万只 container 哦，这个货柜的船队投入营运了。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因为美中的这个关税战、贸易战，所以中国航运出口货量崩了50%，很多东西过去是卖到美国去了，现在都停止出货了，所以美东、美西的港口进入了寒冬，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世界的现况。来，川普夸大其词啦，中美的贸易也不过就是5、6千亿美元，怎么会每一年赚了大概1兆美元哦？那这个是胡说八道了哈。但不过川普喜欢用夸饰法，那他喜欢讲就让他讲。但是在这5、6千亿美元中美国的进口就是美国出口到大陆的有1000多亿，而这1000多亿大部分是可替代的，例如说它的农产品可以从巴西啦、澳大利亚啦，还有阿根廷啦等那些国家来替代，包括玉米啦、大豆啦、牛肉啦等等都被替代了，甚至包括波音公司，中国大陆也都拒收了，因为大陆对美国课125%嘛。所以你波音的飞机如果进入中国大陆，这个税一课125的话，那是进口商付，那就等于是2倍的价钱了。所以中国大陆当然把波音就退回去了，不买了。这个就是，但是不买了有没有办法有替代品呢？有，例如说有法国的空中巴士，也有中国自己的 C919，也就是说连这种科技产品，大陆也都有替代品。可是对美国来说的话，没有中国的产品怎么办？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3C产品美国已经马上就豁免了1000多亿美元，所以4000多亿中已经少掉1000多亿了，那只剩下3000多亿美元。这个3000多亿美元中还有没有必须要豁免的？我想美国最终也要被迫需要豁免。为什么？因为您刚刚讲的国庆的这些烟火，80%到90%，甚至到90%以上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而如果你要从其他的国家来进口的话，它的原料也要从中国大陆来进来，而且中国大陆的这个烟火的品质最好，除非美国在国庆的时候不放烟火，这个对美国人来讲是情何以堪的事情。那另外，你迪士尼结束的时候散场之前又要放烟火，那怎么办？这个都要转嫁到消费者手上。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圣诞节，因为从现在开始，感恩节啦、升天节啦、圣诞节啦、万圣节啦都来了。那这些这么多的节日，对于美国的小朋友来讲，美国的家庭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是合家团圆，小孩子最开心的时光，还要买礼物。那这些礼物现在对于美国的这些进口商来讲，他们痛苦万分。为什么？因为这么高的关税，他们付不起。可是问题就是，如果他们不进口，他们就没有生意做，而他们通常都是利用这几个节日满足他1年2/3的营业额，也就是这几个节日就让他们的店可以支撑2/3喽。那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笔生意。结果这些进口商他们都痛苦不堪，为什么？因为他们实在是没办法想象，就是说他们到底要不要下这个订单。这个订单一下的话，那这个完全是由进口商来吸收。可是消费者怎么能够出得了手买这些产品？可是小朋友如果在圣诞节的时候没有礼物，那这个家会怎么样？然后圣诞节的时候没有办法有布置，会是怎么样？甚至万圣节那怎么办？我想这些都是让这些进口商感觉到很痛苦的事情。当然对于有钱人来讲他是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对一般的中等家庭跟中等以下的家庭，坦白说这个压力很大。而中国大陆已经很明确的跟沃尔玛跟这个 Amazon 已经讲得很明白，而且已经都约谈了，就是不可以逼着中国的厂商降价。那中国的厂商是不会降价的情形下，当然就是你进口商吸收嘛，所以 Amazon 才会想把这个吸收的这些费用告诉消费者说，不是我要给你们涨价哦，是关税要涨价，我没有办法。是，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就触痛了这个川普的短处了。对，那川普刚刚接受访问的时候，
不是还说关税是中国吸收吗？中国要吞下，他这样讲。Amazon 已经告诉你说，这关税是我们吸收啊。那这个白纸黑字就定在账单上啊。之前有一些网络上有一些流传，就是在路上问到一些有关于关税到底谁吸收，有很多美国人相信啊川普的话，以为是中国吸收。可是当时有个路人甲乙丙，他们走过去，他说我是进口商他说按照规定是我们吸收怎么会是出口商吸收呢？你不要说谎啊！但是他们可以说，他是民主党的，他们可以说这么说。可是现在是 Amazon 也好，或者是沃尔玛也好，当他把账单如果打出来，就是附加税，那这个就是完全戳破川普的谎言了。川普哪受得了？川普受不了的情形下，就逼着你不能给我列上去，是，这叫做掩耳盗铃。没错。你看这个川普这种事都干得出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总统，难怪让美国人痛苦，也让周边的加拿大人痛苦。我觉得这个总统真的是有点邪恶。彬哥怎么看？川普真的就是张嘴就来我还从来没有看过哪一个美国总统曾经说过中国优先，我从来没听说过。对啊，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这个人就是自吹自擂嘛。那明明他现在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我跟你讲，不止中国大陆在跟他硬刚，现在世界各国大家都在静观其变。韩国最近也在宣布我们不急。他说反正这个协议不可能在他们大选之前谈成，也就是6月之前不可能会有结果。所以为什么全世界国家都要拖？因为大家看死你美国撑不住嘛，不就这样吗？一开始世界各国可能真的有很多国家很急，现在大家慢慢看出端倪了。你川普就是纯粹在唬人而已嘛，真正受害的是你自己的消费者嘛。川普有没有搞清楚一件事情？人家说你这样形同对中国大陆实施禁运，他说这样很好啊。如果今天是美国的货物去中国大陆多，那你说你对中国大陆实施禁运是有道理，是中国大陆进你美国的货多那你对中国大陆实施禁运，那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代表美国人就没有货，不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吗？所以你根本就是在制裁美国自己人川普会不懂吗？他懂啊，但是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就开始跟你东拉西扯、鬼扯淡。然后这个财政部长也是一路跟着川普在那边呛虾，贝森特就是这样子啊。问题是你用呛虾的方式会有用吗？中国大陆现在态势已经摆得很明啊，除非你自己要降低姿态，不然的话我不跟你谈，我就是不跟你谈。那所以美国如果不想降低姿态，那我们大家就僵持在这好，看谁撑得久，就这样。所以这个裴度不管他认为这个是个多有挑战，我告诉你，挑战根本不在他身上，因为跟他没关系，你知道，只要川普的政策不改变，这个大使一点作用都没有。讲实在话，就摆明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其实就是去那边吃闲饭的，讲实在话。那至于说亚马逊说要把这个税列上去，川普气炸，我就觉得川普有什么好气炸的？你不是告诉我们说税都是大陆人付的吗？那你应该要亚马逊，应该要不止亚马逊，所有的商都要列。你看每一项产品我们赚了中国人多少钱？你不是应该要列出来吗？那你为什么不列？就表示你也知道这个税是美国人在付，不是中国人付嘛？不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吗？所以我觉得搞这一套真的没意思啊。当然我知道美国人有一些他平常没在注意这些事情，他可能没有想通这中间的关键。可是时间久了，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不管谁付这个钱，物价变贵了嘛，那我一定会感受嘛，对不对？就算这个钱假设他真的认为是中国大陆人付了，那为什么会变贵？如果中国大陆人付了这个钱，应该变更便宜啊，那怎么会变贵嘞？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政府在抢我的钱吗？他一定很自然而然就会开始有这种想法，所以这个东西撑不久的啦，很快这个牛皮就要吹破了，就看川普准备什么时候华丽转身而已。那美国其实不只是国庆，美国所有的节日的商品几乎都是中国大陆来的。不然美国人就是从此以后，美国所有传统节日都不要过，也不错啊。节省开支啊，我觉得也很好啊，尊节过活，对啊，但是问题是，美国人受得了吗？美国有一个总统有办法能够让美国人不过节吗？我想历史上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承担得起这种风险啊。川普自己好好想清楚。对，而且很多人无法负担过节的费用，这是大事哦。来，将军。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赔本的生意没人做。是，你要中国这些商人东西卖给你，如果要有倒贴老本的话，
我是绝对不做的。当然杀头生意有人做了，但是他绝对不会赔本。那中国我们知道，中国人有时候做生意哦，其实他讲究的是薄利多销，就是我不要说是每样产品我卖很贵，我用比较低的价格，但是我能够卖的数量比较多哈。这个我们从哪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不要说是民生用品这些小厂商，包括到中国的电动车比亚迪哈，大家去看一下，它现在销售量虽然说是这个份额已经占到全球，已经几乎超过这个特斯拉了，但是它毛利率不高哈，就是它采取薄利多销的政策。那如果说是这种政策卖到你美国去，你叫他在这个科加关税，你叫他倒贴老本，那怎么可能吧？那试问一下，川普说他关税收了6000亿，我们先不论他这个是不是在吹牛，或者先不要管他，你这边赚了6000亿，结果你股市赔了6兆，划不划算哦？我们先考虑这6000亿到底是谁付的？是中国的这种制造商付的，还是你美国进口商付的，还是这个消费者付的？我想这个答案从这个亚马逊它的这种商品里面，它标示说是这个关税付了多少钱，就是告老百姓说这钱是你付的，所以老百姓才会生气嘛，美国才会说，哎，你怎么可以告诉老百姓说是他付了这么多钱？那川普在骗他们自己国民说，哎，你看我们征了关税以后，你就可以不用缴税。问题是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就先缴了一笔税，这6000亿，如果真的是6000亿，难道不就是这个美国老百姓交了这6000亿，等于是交税金嘛？是。当然，你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你说要取消小费税啊，干嘛？可是你那边你那边没有课到税，但是你换个方式，你用卖东西的方式跟老百姓征税，那老百姓现在就很明显的这个受不了了哈。这个我们刚刚讨论了很多了，包括现在那个美国的很多老百姓，因为他食衣住行已经很明显的通货膨胀，已经很明显的涨价，但是他少不了，你少不了这些东西嘛。我们知道。当贸易战打下来，中国来讲货运当然会减少，货运减少，企业界少赚钱，甚至有些企业可能倒闭，或者是工人可能失业，这是中国首要必须要面临的。但是中国可不可以想到替代的方式？他当然想到替代方式，就是卖到这个南美洲去嘛。我们看到这条船开到前海港，不就是原来要卖给你这个中国的东西卖到这个东南亚这个南美洲去哈？我们看到阿根廷米莱现在高兴的要死，他马上降低关税。让他的国民可以买到这个物美价廉的物品哈，其实对老百姓来讲是好的。我想这个米莱其实是蛮聪明的，他虽然说号称是川粉啊哈，但是他这种方式让老百姓买到便宜东西，对他竞选下一任总统是有帮助的。最后我要讲一句话哈，大家现在担心美国的烟火，我倒是担心这个美国的洛杉矶奥运怎么办呢？你知道巴黎奥运那些所有东西，包括加油站，包括这个运动员的服装，包括到所有球具、乒乓球拍，都是义乌造的，都是中国造的。那你现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你到底还办不办？很快就兑现了，没有错。我们拭目以待。对，洛杉矶奥运马上就要来了，到时候可能还有更多的问题会浮现。而另外，我们看看川普哦，他在这个就职100日接受了好几家媒体的访问，其中在大西洋的这个专访里头，他讲说哦，我不仅治理美国，也治理全世界。大家觉得说你在讲什么？我们全世界有被你统治吗？川普的内文是这样说的，他说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我要做2件事，就是治理国家还有自保那他身边都是一些腐败的人，他自己那时候说有深层政府，他说美国都被深层政府控制现在第2任，他说我不仅治理国家，我治理世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是这个惊人之语啊！另外呢，川普真的无所不能教宗不是刚刚过世吗？现在他说他是第1人选他也想去当教宗可是美国人美国是史上没有人当选，就是没有做过教宗，教宗大概都是从这个欧洲来的上一任教宗方济各是从南美过来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川普上任100天施政有多少实现呢？美国的媒体就帮他统计了一下，他说大部分都落空，包括你驱逐移民未如预期，还有抑制物价受挫了，关税政策反效果说是24小时之内要结束俄乌战争，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所以到底川普能成就什么事呢？他现在只是在抱怨他说联准会那个人不太行，讲的就是鲍尔嘛。他说他对鲍尔更懂利率，他一下子可以懂利率，一下子可以去当教宗，一下子要统治全世界都给他当就好了嘛。
川普在这个所谓的执政100日，美股没有庆祝行情，却出现半世纪最惨的记录。我们来看看，从他就职到现在，标普500指数下挫了7.3%，道琼工业指数下挫6.8%。美股还经历了从1973年尼克森第2个任期以来最糟糕的前100天表现。所以呢，华尔街有很多人觉得无望。他们说，我们几乎感觉到自己正凝视着深渊，等待真正的经济损害到来。大家非常担心，都很错。那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邻国，过去对他来说是一个兄弟国，加拿大最近这个大选落幕了，选出来新的总统是自由党的那有人说是跌破眼镜卡尼在胜选演说时候说川普试图瓦解我们，所以我们要跟他做某种程度的对抗。我们来看看。Wants our land, our resources, our water, our country. President Trump is trying to break us so that America can own us. That will never, ever happen. It is true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betrayed Canada. Our old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 over. 哇，他话说的蛮硬的所以有人说川普助卡尼当选帮助他当选。那另外 BBC 是这样报道，在大选过后，美加两国预计将就新的经济还有安全关系展开谈判。川普当然有祝贺他胜选了还是发了贺电。那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个评论者，某种程度是官方的账号说，川普第一个严重后果来了在关税大战之后。包括加拿大这一次的这个大选的结果，他认为是加拿大的民众很生气让自由党的士气大振，所以才拿下了这个大选的宝座，战胜了川普更中意的保守党。川普当然比较希望保守党可以当选。而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现在民间的氛围是什么？商家争打枫叶牌，什么意思？枫叶当然是代表加拿大嘛，所以《华尔街日报》就说，现在有很多加拿大制造、加拿大设计自豪的为加拿大人服务等文字标签的商品数量越来越多。因为过去美国跟加拿大是密不可分，从美国来的他们都 OK， 可是现在他们更加强身份认同，某种程度就是要跟美国有一点这个割袍断义这样子的一个味道。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叫做雪鸟族，因为加拿大大家知道在更接近北方的地方，所以有些有钱人他想要去南方度假，他会去美国，包括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买一个度假小屋来避寒可是现在他们很生气，因为川普的作为所以他们纷纷的把他们的这个房地产都卖掉了据说过去加拿大一年在美国的房地产花费大概是60亿美元，现在交恶了嘛，美国痛失这笔财源，还有这些人要缴税给美国，也痛失了这一笔税金。另外我们看看金砖国家有个外交级的这个算是部长级的会议他们来做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 statement， 这个是巴西外交部部长他代表发言，他说金砖国家强调坚决反对保护主义的立场这个是金砖国家他们一个共同的声明。那中间王毅他就说，面对美国挥舞关税大棒，各国应该做出选择，是否允许世界重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个语义也是蛮清楚的。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印度这个国家它很柔软有人说它的这个常常是有各种的审时度势，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包括美国财政部长就先讲了，首批贸易协定最快本周公布，那印度有可能会列入第一波签署国这是贝森特讲的。那是不是在讨川普欢心呢？印度就抛出了说我会对美未来最惠国待遇所以这个是路透社引述印度官员的说法，说印度准备提出这样子未来最惠国的条款所以有可能对他先释出一个橄榄枝，看看能不能够在关税谈判的时候得到比较好的一个对待。川普在讲大话了，他没办法治理全世界了。你看中东地区的加沙的停火到目前为止还在战争中嘛，还在开火。美国的航母杜鲁门号都被这个胡塞组织打的那个来一个大转弯，结果把自己的这个大黄蜂咆哮者跟他的拖车这个2个都抛下海里面，现在还不晓得该不该打捞了。
因为他们如果要打捞的话，船就要静止在那个地方，静止那个地方要打捞的话，那胡塞就刚好就把它当靶船来打。这个对于美国来讲，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然后你看俄乌的问题，到现在已经上百日了，到今天为止战争还在打，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对于川普来讲，他是一个吹牛。东北亚的问题，朝鲜啊，你看他的武力越来越精良，朝鲜的部队就直接介入这个战争了，而且看起来他的军队越来越能打仗，然后东北亚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核武的问题也在发展，伊朗的核问题也在发展中。其实对于川普来讲，他完全对整个世界各国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影响力越来越差了嘛。他对于中东地区是如此，对于拉丁美洲也是如此，他对于非洲，他对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如此。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领导人已经把美国玩掉了，玩到美国到今天为止失去世界各国对他的信任，连加拿大人连美国人自己都很痛苦啊，就是说怎么会选出这样一个总统？那例如说他想当教宗，他不够格了，他品德太差了。教宗我们都知道一个地区的主教都要品德一定要高尚的，因为这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啊。对，宗教信仰是道德的问题啊，是人类间最高的这种对欲望的一种节制。对欲望的节制能力越强的人，就是越有道德的人嘛。那以川普这样的一个个性来讲，对欲望毫无节制的人，管不住自己的任何欲望，他怎么能够当教宗？我想这个人亵渎了。我觉得这个对天主教徒来说的话，听到他讲这句话，内心里面其实是很不满的啊，因为你等于是公然的亵渎了天主教啊，因为这个是不对的事情。我们现在比较想看的是什么？想看的是川普怎么跟这个卡尼见面。因为卡尼他的态度很明白的，就是反川普。是。那以川普这样的一个人跟一个反川普的强悍的卡尼，两个人如果要见面的话，我觉得谁表现得比较凶，这个很有趣哦。就是到底是一方要示弱，还是两个人就是说握合了然后拥抱，还是说双方在握手的时候，就像那个安倍晋三一样，被强握手的时候啊，那个鬼脸就表现出来。那不知道两位到底该怎么见面啊？我觉得对于卡尼，对于加拿大人来说，现在他们是愤怒的，他们是生气的，因为他们已经被这个川普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那一直不停的被羞辱之后的卡尼当选，如果第一时间跟川普见面的时候，他到底该用什么姿态来跟川普见面？那川普面对一个强悍的反川普的人，那对于川普来讲，他到底该怎么办？要以礼相待，还是不要以礼相待，还是更加的粗鲁？我想这个部分也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我想很多媒体在他们两位见面的时候，也都会关注这个交题，因为这个川普确实是想并吞加拿大，卡尼是代表加拿大人是拒绝被并吞。那两位如何交手？我觉得值得我们去观察。是对，在政治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意涵。来，请教彬哥。川普治理全世界，我们大家全世界看到你被普丁耍得团团转，治理全世界，这样你旁边那个加拿大你都搞不定，你到底在治理哪个世界？你现在美国国内到处都是反对你的声浪，所以我觉得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对啊，他自己开心嘛。那当然，他讲说他要当教宗，那个是一句玩笑话，他是在开玩笑。可是这也是很不得体的玩笑，因为教宗才刚过世，正要选，你在这时候开这个玩笑好吗？那当然，川普可能不以为意，可是你也不想想看，你离过3次婚，破过6次产，你还要当教宗，你觉得天主教要收你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够了。那联准会这个东西。你说这个川普敢讲自己比鲍尔更懂利率，我觉得川普绝对比鲍尔更懂炒股票，利率他绝对没有他懂，所以这个川普就是不断的在自吹自擂。可是他给自己，你说他要贯彻自己的政策去实行一些东西，遇到阻碍就算。加拿大的事情我从头到尾搞不懂，他去吃加拿大这个豆腐到底想干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实际上，加拿大人这次的选举结果等于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是，因为
本来自由党是大家在去年的时候，所有的民调显示自由党是90%要输掉啊，是保守党会赢啊。对，结果就因为你川普这样起来恶搞，结果反而让自由党跟卡尼窜上来。是。那卡尼当然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川普的并吞，另外一方面更重要，因为他当过英国跟那个加拿大央行行长，所以他们也认为说他大概比较有办法面对美国的关税攻势。那其实卡尼未来前途还蛮艰困的，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少数执政，他也才拿到168席，保守党还有144席，所以他的执政基础也不是很稳固。那未来能不能走得出去，就是看他。但是他现在川普帮他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也就是民粹可用，因为他成功的帮助卡尼把加拿大人的民族意识激昂起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卡尼暂时可以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那我就不知道川普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事实上不可能真的去并吞加拿大，那你嘴巴上一直讲这件事，我不知道到底川普实际上想干什么，我真的搞不懂。那现在美国自己开始慢慢陆陆续续尝到苦头，不只是加拿大撤回投资，其实你是世界其他国家，你现在会想要投资美国吗？是正常人应该都会观望，因为你政策都还没有决定，你到底未来会怎么走向不知道。我现在去投资美国风险过大，那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市场开始实现保护主义，当然是其他各国所反对。而且美国自己过去也是反对保护主义的，你一直都是叫别人开放市场，结果现在你自己说要实行保护主义，这不是很好笑吗？觉得全世界都欠你的，到底欠你什么？那只是呢，他们现在把印度列入第一波的谈判名单当中，我个人觉得挺有趣。美国当然很想抓紧印度，然后来看跟印度联合来打击中国大陆。可是问题是，如果川普知道历史的话，就知道跟印度谈判，印度人就算跟你谈好了，他也不见得会遵守。他现在给你最惠国，将来也不见得会给你。然后，但是别人给他的东西，他都一定要到。印度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当然是想要营造出一股声势，可是未来是否真的能够如愿，我看变数非常大。没有错。来，直接问一下将军怎么看？川普想干什么？川普想当这个川大帝哈，他想要他所谓的美国再次的伟大，其实他就是想建立一个美利坚这个大帝国的这种心态。比照以前历史上面的罗马帝国，或甚至于是蒙古帝国，他想要统治全世界。由于他这个任期这是最后一任的任期，现在是4年减100天，所以他可以看出来他非常急切的想要利用剩下来未来3年多的时间，建立他的梦想美利坚大帝国。你从很多事情就看出来他是这种梦想嘛。第一个，我们不要讲关税大战，我们将他就任的时候他所发出来的这些所做的所为，第一个，他要将加拿大并吞为第51州，到现在他还认不清楚事实，就是要并吞人家加拿大的国土。第二个，他要将格陵兰买下来。那第三个，他认为说是这个巴拿马运河是他的，他要占领巴拿马运河。现在甚至于更说，他的军舰或者美国商船通过苏伊士运河不需要缴费。难怪这一切种种你看不出来，他就是想要建立他美国的帝国。可是你要知道，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他只是流于狂妄，只是流于梦想，只是在做梦。因为世界局势绝对不是像是这个，在这个上古世纪，罗马帝国是这个西元前的事情，他现在还抱着那种幻想，所以他现在想要当，你看他居然想要当教宗，但是你要当教宗，我觉得你现在可能连进入天主教的教堂都会被轰出来。为什么？自从你参加教宗的丧礼上面，你这不得体，穿了一件蓝色的西装，不跟大家一样不穿这个一件黑色西装，然后公然在里面嚼口香糖，而且是在丧礼的时候拿出口香糖出来嚼，还在那边滑手机。我觉得你这些种种动作，我觉得你这根本就天主教的教徒根本没有办法接受你。然后你知不知道这个天主教教宗是要经过枢机主教他们推选出来的，也不是所有枢机主教都一定是一个就能够当选。那这个梵蒂冈来讲最近大家在期待的是放的是什么烟，黑烟还是白烟？那如果说是秘密会议很合理的推选出来教宗他是放黑烟的，不然是放白烟的，那人家有很严谨的规矩。那你川普在讲什么？
我觉得你美利坚帝国你成不了，但是你可能成为一个新兴帝国的这种教皇啊，倒是很有可能，跟美国以前那部电影一样，猩猩后来统治了人类，你是不是还在做这种白日梦？是对，川普他的做法的的确确跟过去所有的美国总统都不一样，而且不断的刷新我们的三观。不过我们来看看一则最新的消息，这是来自于美国4月30号，美国国家科学院它公布了最新当选的院士还有外籍院士，其中30名外籍院士里头有1名高龄95岁的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院士，叫屠呦呦这个。他当选美国科学院士的外籍院士他怎么说呢？他的研究是属于中医科学那有一个青蒿素研究中心那也有人在底下做一些评论说，你这个美国科学院，你是想要气死川普吗？你选出了一个中国籍的外籍院士所以某种程度还是很多独立机构还是依照他们自己的专业判断。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川普如果打倒中国，美国就能称帝吗？刚刚将军也讲了，川普想要称帝，称霸全世界。可是我们再来看看，过去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曾经讲过这一句话，他说：“如果中国垮了，全世界都会垮。”那个时候，沙尔曼是怎么说的？他说：“中国有10多亿的人口，你没有必要看着中国倒下，因为它占了世界的 GDP 大概是13到14%全世界的人口是15到20%。”如果这个国家倒下，他认为地球上每个国家都会倒，包括美国所以这个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的评论。而另外，晶片战当然是重中之重我们看到川普要围堵嘛，可是美国媒体就说华为测试新款的 AI 晶片看起来有成功而且企图跟辉达的高阶晶片较量，因为辉达有被管制嘛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就是华为它有一个 Ascend910D AI 处理器说是这个处理器呢可以跟辉达一些高端的 AI 晶片一较上下一争高下。那另外 DeepSeek 当然这个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现在据说这个 R2 要出来了，而且彻底摆脱辉达所有的晶片都来自于华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可能晚上都睡不着觉了。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阿里巴巴因为中国大陆自己内部有很多竞争在 AI 的晶片里头，阿里巴巴说它新一代的 AI 模型也开始在不断的在这个进步和进阶它发布了新一代的通义千问 QWIN 3系列的 AI 模型说它的这个新版模型参数仅只有 DeepSeek R1 的1/3，成本也下降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它内部其实也是竞争的非常的剧烈。而另外呢，辉达的 H20 晶片现在有没有可能因为进不去或者被管制，会不会跟中国成立合资公司呢？现在这个记者有闻到这样的味道，可是 NVIDIA 就立刻否认，说没有，可能担心万一消息泄露就成不了事不晓得现在有这样子的风声出来。而另外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干嘛？昨天他去上海去视察人工智慧企业，对于人工智慧这一块看起来官方挺到底。而另外呢，比 AI 更可怕科技大佬说美国如果你这个技术输给中国，你就惨了，核武系统也会被破解。这是来自于微软的总裁史密斯的说法他在文章中示警，在这个量子电脑这个竞赛，你绝对不能输，如果输了你就惨了。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稀土这件事情，中国大陆不是就是拿出这个武器，我把你这个稀土我禁止你出口到美国，那美国很多武器啦各种高科技都需要稀土。那现在呢，美国还要突破，它怎么突破？它从这个贵金属的封锁的突破是挖这个深海挖矿，因为他们深海有矿。还有另外一件事很环保的，它从旧的硬碟中提取，这是他们说是透过绿色化学的方式提取旧硬碟中的稀土，实现稀土元素的回收以及循环利用。如果成功的话，当然很好啦，可是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够实现。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包括这个美国的军事霸主的地位，有可能因为这个稀土禁运这件事情，会动摇美国的这个世界的军事霸主因为我刚刚讲了嘛，武器都很多都需要这些稀土的这个
制作，如果没有的话就很惨。包括我们来举例，美国 F-35每一架就有408公斤的稀土材料，现在目前都是从中国过来的哈。虽然美国拥有自己的稀土矿，可是你要开采，他们现在都才刚刚开始。例如加州的 Mountain Pass 矿，可是技术上还是有一些这个落差哦。所以呢，现在中国大陆的说法是，你就算开采出来好了，你还是要运到中国大陆去做进行提炼。你这个提炼的技术，现在美国没有哦，所以这个是现在两边在科技战上面的状况。哎，老师。确实，中国是人口最大的国家之一嘛。现在印度也是14亿人口，但是中国大陆的贸易超过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啊。中国大陆的制造业超过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然后中国的科技已经赶上美国，所以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科技强国。那最后一个就是未来中国大陆也会是一个全世界最强大的消费大国。也就是市场大国，因为它一定会取代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市场大国。那你想，有世界4大的集中在一个国家，它一瓦解或是它一倒了，全世界全倒，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得到好处。因此，美国或者很多的国家不要期待中国大陆崩解啊，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这些期待的你想清楚，中国大陆如果一旦崩解，你自己也崩解。全世界都崩解，我想这是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啊。那我们再来谈第二个问题，就在于华为，因为其实本来我们在科技方面本来就是有依赖嘛。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会根据经济效益来讲，也就是说，我如果能够更便宜的买到你更好的产品，那我为什么要投下重资去生产、研发、制造？我给你买就好了嘛。而且你愿意卖，这个就构成了全球的生产供应链。我依赖你，你依赖我，其实大家都相安无事，反而更加的和平。可是你今天要打压我的时候，你逼得我必须要自力更生，我跟你的关系就慢慢的开始在减少，最后就完全脱钩了。那以现在的中国大陆来说，在半导体这个部分是美国是全力的要打压，所以中国大陆等于是被迫，它是被迫的要跟美国是彻底的脱钩。那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下，你看到中国的整个经费、研究经费、人才、人力、时间都投资在这里的时候，它当然进步的速度就很快了。现在华为的出来的这个处理器，它基本上已经跟辉达的 H100相 PK 了，而且它已经直接就丢给这个厂商说：“你们去试用，看我有没有比辉达好。”事实上，很多用的人都知道，它已经比辉达 H100好。那因此，越来越多中国的厂商说：“那我就不用辉达的了，是因为我买不到嘛，那我就买这个华为的。”那你想，当它的国内的市场够大的时候，它的良率越来越提升，到最后它的价格就可以跟这个辉达 PK 了。本来是这个对于辉达来讲占有优势，它慢慢失去优势了以后，对于辉达来讲，它当然就是紧张嘛，因为当它市场份额越来越小，而华为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华为当然就在国际市场上就会击败辉达。我觉得川普把自己的厂商搞垮了。是，所以现在辉达其实蛮伤脑筋的。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教彬哥怎么看？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也不是说这世界上没有中国就不行，没有美国也不行，因为这就是全世界最大的2个经济体啊。这2个经济体如果不管谁倒，世界都要遭殃。是啊，2个一起倒就更惨。对，这是地球现在就是地球村嘛，大家经济都是联动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那种，所以你看哦，美中不管斗得多恶劣，大家都不会讲说我就是要给你死。因为你给他死的意思，其实就是你自己也会跟着死，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心里头都有数，可是有一些政治人物就是故意嘴巴上讲得很秋了。那但是我一直不懂美国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也就是美国现在强力的，就是把连这种中低阶的晶片也不要给中国大陆。那你们其实是在帮中国大陆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晶片养成的环境，因为很奇怪嘛，
你说最高阶的不给他，我可以理解，你也不要让你拥有先进的技术。可是你连中低阶你也不给他，你是逼让他的厂商有机会，即使他技术比你差，但是我都有市场可以去卖。你不是在帮他创造环境吗？我不懂这到底什么道理。而且断了你自己美国厂商的生路，这个逻辑是匪夷所思的。而且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其实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用到先进制程，先进制程只在某一些特殊的领域上必须要有用。对，那在一般的东西上面，大家用的都是成熟制程啊。那中国大陆最近在研究什么？就是好，我最先进的晶片也许没有你厉害，但是没关系，我用重集的方式，我把几十颗、几百颗聚集在一起，我的效能就可能可以追上你，甚至超越你。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就是弯道超车嘛，另辟蹊径嘛。我觉得办法是人想出来，而且美国现在就好像一个补习班老师，一直不断在逼这个学生，逼中国大陆这个学生，你要给我想出办法，想出不同的解法出来。所以美国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我是很怀疑哦。那量子电脑这个东西，其实中国大陆现在最起码是跟美国并驾齐驱，甚至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大陆在量子电脑这一块是超过美国。其实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但是我不认为川普能够理解这个东西。那这个在未来的科技领域上是用途非常非常大，可能过去的很多我们观念都会直接被颠覆掉。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领域哦。所以如果川普周边的团队的没有人深刻认识这个东西，未来美国的优势可能在一瞬间莫名其妙就失去了。那至于说稀土的问题，他们现在告诉你说他们要用 recycle 的方式回收干嘛？那个是不得已的做法，好不好？那个你能够 recycle 多少东西回来啦？而且那个成本一定超级贵，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嘛，那都是缓不济急的。我觉得美国要打这场战争之前，根本都没有预先准备好，然后现在临时抱佛脚去想这些东西，其实基本上都没有用。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什么东西比 AI 更可怕呢？说是量子电脑，请教将军。量子电脑这个我用一个比喻给大家比喻。假如说我们去听一场音乐会来讲的话，你可能看到独奏、小提琴的独奏或者钢琴的独奏，那大概都一般的电脑大概就像是独奏。那量子电脑简单他们来形容的话，就像什么？就像是一场的这种交响乐的表演，所有乐器一起表演。那你想想看，那等于是千手观音同时在演奏这个乐器各种从钢琴到鼓到这个小提琴到喇叭各种乐器都有。那它强在哪里呢？强在它这个解码的力量非常的可怕，可怕到什么？为什么说它会解核子武器的密码呢？是因为他们讲如果说这个密码设定以现在的电脑来讲，要10万年才可以跑出来的解码程序，它几个钟头就给你解出来了，就破解了。对，就破解了，就这么可怕。